平安夜是他们的，不是我们的。我们的平安夜是我们的先烈用鲜血换来的，不要忘记历史，不要崇洋媚外。今天是12月25号，圣诞节。这圣诞节今天还没过，大着急给这拆架子了啊！都拆了啊！这个老外的节日不咋受待见啊！看看我让出现圣诞老人，我收回我之前的无知。给他拉出来，给他盘了。说不让过洋节，你们拍照赶紧拍啊！一会儿这个我们就要拆了，我们做都做了好几天。对，刚他们过来说要让我们把这个拆了，好多人过来打卡拍照，特别好看。干什么圣诞老人？给你提问的是圣诞老人吗？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。12月24日是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。73年前的圣诞夜，美军在战营里支着火鸡欢庆节日，北海骂骂咧咧的抱怨着天气，而我们的志愿军先烈呢，顶着零下40多度的天气，啃着冻得比石头还要硬的土豆，用生命捍卫祖国。节日可以不分国度，但你绝不能超越立德的底线。没有他们，你过什么圣诞节？所以请记住，12月24日，我们过的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纪念日。铭记历史，勿忘先烈；铭记历史，勿忘先烈。大家圣诞快乐！欢迎回到本周讽头报，我是各位做的鲁共投资顾问 Porter 老师。刚刚我们看到的荒谬画面，是一些墙内禁止过圣诞节的暖心片段。在这寒冷的天气，让各位笑一笑，暖一下。可能会有新观众不懂，想说中国怎么会有人抵制圣诞节呢？那是因为小冯认为那是洋人的节日。中共在进行大内宣时，有事没事就凑一下美国，老是在那责任全在美方，什么万恶美帝资本主义之类的。长久这样洗脑下来，有些小冯已经走火入魔了，觉得过洋节就是崇洋媚外，所以每当到了圣诞节，墙内就会出现那种莫名的抵制。微博上还有中国网友发文说，学校要求全校师生不过圣诞节，严禁在教室等公共场合布置关于圣诞节的内容，希望广大师生以身作则，正确规范自己的行为，自觉拒绝洋节，过好属于我们的中国节。也有看到在墙内不清楚状况的问说，大家是不是抵制圣诞节？反正深圳一点圣诞气氛都没有，听说电影院都没变化。这类相关贴文下方有看到一小部分困惑，但也有附和的，没什么问题。社会主义国家笃信无神论，不过宗教节日耶诞，还抵制个毛线啊？谁还有闲钱消费什么圣诞节？你是基督徒还是什么？长津湖后没有圣诞节，我不是不过圣诞节，我只是不过洋节。中国人只过中国节，抵制文化入侵，禁止过洋节。这2天几乎听不到抵制圣诞节的声音，因为经济不好，抵制洋节的老铁们都失业了，他们正在刷手机，框投简历。没心情抵制。同个圣诞节抵制与否，原来是看有没有失业啊。但对于墙内抵制圣诞节，台湾没有抵制。从这边来看，又再次说明我们是不同国家。那到了圣诞节，也说明本影片是今年最后一支粉红特报。Porter 老师再次感谢大家今年的陪伴，爱你们。若没有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，这单元是很难继续进行下去。而不管你是加入频道会员，还是使用超级感谢抖内，各位给予我的鼓励，我都有看到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。不免俗也要谢谢众多小粉们这1年来对我的关注与送头，但相信有些早期是粉红，而看我影片看到后来慢慢觉醒的中国人，肯定也是有。这边恭喜你们，让我们一起奔向鲁共自由的道路。顺带一提，上周我去参加八炯婚礼的时候，有位江姓观众赠送了我一套维尼套装，他很低调说不要讲他名字。这边也感谢江姓观众，也顺便宣传一下，有听八炯说他的统战纪录片下集就要上片了，记得也去八炯的频道观看统战纪录片下集。到时各位记得按赞留言，增加影片触及，不要小看这举动，这也是为反共出一份力，能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这些影片。OK， 那本周要来聊近日墙内非常热门的话题——李怡雪事件。此人是一位在墙内因为维权而被公安抓进精神病院的中国人，结果他出院后拍很多影片，爆料公安是如何利用精神病院来随意羁押民众，并揭露中国人在墙内，即便本身是正常人，都会因为莫名的小事而被送进去。这事在墙内累积破10亿次讨论，但已经被压下来，当事人也被消失。墙外目前讨论不多，大部分资料也被共党和谐下架，但还好我有截图到，也整理了一下当事人说法和相关片段，稍后就带各位一起来了解这事件。今天影片继续进行之前，要先和各位说声呀哈。
不对，是要和各位说声 Merry Christmas。Ho ho ho！ 在这充满欢聚与喜悦的12月圣诞佳节，无论你是准备与家人朋友出国旅行，或在家追异国的节日大片，记得搭配使用 Surfshark VPN， 能让这一切变得更安全简单。上网就使用 Surfshark VPN， 一键切换 IP 位置，开启全球精彩内容，并将网络数据加密，隐藏你线上足迹，保障各自隐私安全。而且一个账号能无限装置同时使用，无论手机、平板电脑全家装置都能共享这份隐私保护。此外，作为 CP 值超高的 VPN，Surfshark 还有其他强大的附加功能，例如 Surfshark Alert， 这功能如同多了一位贴身保镖，用心保护您的电子邮件地址、信用卡及个人资讯，透过监控公开的泄露资料库中，确保您的资讯安全。每天都有数百个网站发生资料外泄事件，这些泄露资讯可能是你的 email、密码、信用卡资料，或是曾经在某些网站注册时输入的其他资讯。Surfshark Alert 会扫描网络上资料泄露的情况，并在发现您的资料可能被泄露时，立即通知您，让您能够迅速采取适当的行动保护自己。立刻到影片说明栏位点击专属连结，就能以超优惠价格购买 Surfshark， 再加送额外4个月使用 CP 值超高的 Surfshark VPN， 推荐给各位。李雪事件整个过程大概有2年半，但碍于时间关系，这边我只讲重点给各位。先说明背景，起因在2022的3月14，李雪因为一起民事纠纷到南昌市丁公路派出所报警，但最终问题没有被解决。于是4月14，李雪再次到派出所，而当天接待她的是一位赖姓辅警。社会主义铁拳就是从这边开始。隔天下午，辅警以讨论案情为由叫李雪出来。根据李雪表示，当时因为中国还在疫情阶段，所以她是自己住在家里附近的饭店，而本来是想在大厅跟辅警讨论案情，但辅警说大厅人多不方便说话。李雪基于对辅警的信任，就带她到饭店房间里。结果到房间后没多久，辅警就开始摸她亲她，但李雪顽强抵抗，还说会举报她，辅警才停止，主动跪着扇自己巴掌道歉，同时抢走李雪手机，不让她离开，求李雪原谅。这样僵持一晚后，李雪坦言当下一时心软，所以没有选择立刻报警。但这事发生后，李雪就一直失眠，而到了4月21日晚上，又因为失眠，李雪出门散心，走到一个商场外面的栏杆，站在3楼高的位置。结果商场保安看到后，以为有人想不开就报警，而随后来的警察刚好是丁公路派出所的员警。警方先是劝李雪下来，但她多次强调自己没有要跳楼，只是吹风散心。而在这被劝导的僵持过程中，李雪就把辅警猥亵的事说出来了。李雪表示，当时在场的民警们第一反应是将执法密录器关掉，并支开保安。随后她就被架下去带到派出所，接着就被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。到医院后，医生告诉她，接下来要对她进行2个月的强制治疗，所以她的家人也不能来带走她。根据李雪的爆料，她表示在精神病院有许多不人道的对待。雪是因为举报辅警猥亵被送进的江西省精神病院。我看很多评论说，至于吗？南昌的辅警地位这么高吗？值得动用一整个丁公路派出所乃至西湖分局的力量去保一个辅警？我开始也想不通这个问题。我说我举报个辅警都要被送进精神病院，我要是举报个局长，我不得被杀头啊？但是等我真的到了江西省精神病院，看到里面各式各样被警察送进来的奇葩案例，我发现我并不是最冤的那一个。里面有那种去社区办个出入证跟工作人员吵架被送进来的，有那种跟警察发生口角被送进来的，疫情之间闯卡被送进来的，喝醉了酒被送进来的，还有那种卖淫嫖娼女口口声声说自己有艾滋病被送进来的，半夜不睡觉穿个睡衣满大街晃荡被送进来的。有一个女的最奇葩，她跟警察吹牛逼说她在澳门输了几千万，警察怀疑她有妄想症，结果把她给送进来了。你说你上哪说理去？可能在大家眼里送进精神病院是一件很大的事儿，但是在南昌公安这里就是捎带顺手的这么一件事儿，反正达不到拘留条件的都可以往精神病院拖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江西省精神病院的基础操作。进来之后先打一顿，问你服不服，不服的话绑在床上再打一顿，再不服给你一针安定下去，醒来之后再不服给你拖去电击。江西省精神病院的医生有一句名言，你
就是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，我有100种方法搞服你。你要是不在我面前认怂，你一辈子都出不了这个院门。所以你们看到的所谓精神病人出院之后老实了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病治好了，是因为他们被打怕了而已。一直到2022年6月17，他才被父亲接回家，而好不容易离开后，院方给他一张出院记录，上面说他有强迫性障碍、人格障碍、甲状腺结节，但李雪很清楚自己是被迫害，于是他就开始了他的维权之路。先是联络饭店想调监视器画面，但饭店说档案已被覆盖，当初的值班人员也离职了，于是他就去打公安投诉热线举报，但打再多通都没有用。最后他评估都是丁公路派出所坚称他精神病，院方才配合说他有精神病，所以他就想先告赢江西省精神病院来证明没病，接下来才能告派出所。于是他就到一间省级的3级甲等医院自费做检验。这个3级甲等医院在墙内会简称3甲医院，意思是被评鉴为拥有优秀医疗资源最高级别医院。而检验完，他确实没抑郁或焦虑等症状，也就是说他的确没有精神疾病。接着7月20，他拿着鉴定结果对江西省精神病院提告。在等待开庭期间，他也将自身遭遇公布在墙内社群媒体。他的经历很快便引来网友关注与讨论。接着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在8月10号主动找李怡雪了解情况，随后当初猥亵李怡雪的赖某就被停职调查，也于9月主动离职。到了12月6号，该案件才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开庭。经历2个小时的庭审后，法官宣布择期宣判，但到至今都还没宣判。而李怡雪就继续上传影片跟大家讲她的经历，同时揭露更多江西省精神病院的黑幕，说该院会强迫病人测试新药，还有男医师会性插女病患等，以及表示里面1半以上的病人都是公安送进来的，并不是真的患病的人，而是被精神病了。那也因为公开讲这种事有损中共颜面，因而触发了中共的维稳机制。李怡雪察觉自己已深陷危险之中，于是就在影片中向大众呼吁说，如果他怎么了，肯定就是被暗算。接着时间来到12月14，李怡雪先后发布2支短片，一部是他说公安局跟派出所所长带了10余人闯进他家，还破坏门口监视器并拔走记忆卡；另一部则是向网友求救，说他们太可怕了，10几个男的对付他。但随后这些短片都被下架，李怡雪也是从这时开始人间蒸发，他影片也停更。可是因为墙内已经很多人关注到这事，所以他失联后，越来越多人问说他去哪了，人怎么就这么没了？随着情况逐渐剧烈，江西省西湖区派出所就先出来洗地，发公告说李怡雪人没事，说他一直在家中，还有跟他和他父亲通过电话，表示不存在网友反映的问题。但有热心网友直接到李怡雪家门外查看，发现敲门没有人应答，以及很多包裹都没被拿进门，说明这家里面已经没有人居住了，不知被带去哪里。与此同时，李怡雪的好友陈丽也跳出来声援，而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来蹭的，有说李怡雪在维权过程中他曾借钱给李怡雪打官司，也贴出汇款记录证明他真的认识李怡雪。那时间确实是在事发前4个月，可以看到备注栏写着借款，等李怡雪打赢官司，生活明朗还我。当然，陈丽声援后也表示自己人身安全有问题，很怕被抓。我在北京，然后其实也挺紧张的，紧张自己在首都会消失。看到官方发布的消息说李怡雪在家，但是我给李怡雪发了信息，给她转了钱，李怡雪也没有回复，钱被退了回来。李怡雪在哪里？李怡雪，如果你要在家的话，你可以联系我吗？接着陈丽就想说，她靠拍影片跟大家报平安。我是陈丽，李怡雪的朋友，我好像遇到危险了，我明天会跟大家报平安，如果没有，就是派出所把我抓走了。结果这支影片上传后，陈丽跟陈怡雪一样，再也没有更新影片，人也不知去向。对于相关人士接连消失，中国民众的质疑更多了。此时公安就发公告，直接说李怡雪有精神病，已将她强制送医，等于说李怡雪又再一次被抓进精神病院，还是在众人关注下。而这次没人知道是被抓去哪一间，也没办法探望。在这支影片截稿之前，李怡雪依然处于人间蒸发的状态，没人知道她被关在哪，她的朋友行踪也沉迷。过去李怡雪在维权时，她爷爷有向法院澄清过，说李怡雪是他们带大的，读书成绩尚可，不结交狐朋狗友，顺利大学毕业，工作至今也无不良嗜好，只是性格较内向，不擅长与人交际。从小看着她长大，对于她这次莫名其妙被派出所送进精神病院，我们做老人的感到震惊和气愤，但年纪大了也不懂如
如何维权，希望法院能还我孙女一个公道。然后最后写我孙女绝对不是精神病。墙内真的没有法律啊，只有党的看法、领导的想法。李怡雪事件我整理到后来觉得很悲哀，他今天是在墙内有10亿次热度讨论下，但整个中国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救他出来。到最后，李怡雪还开始被中共泼脏水抹黑，说他真的是精神病。然后其他中共的人肉喇叭就开始配合宣传，说李怡雪人品差，说他有病等等，试图让大众不再信任他。就我对墙内观察，这手法也开始产生效果，不少状况外的韭菜就这样被带风向了，间接成了加害者。而我也有发现李怡雪是小粉红，所以才说很可悲。这种事基于人性角度会想同情，觉得他很可怜。可是又看到他曾经发文在那边喊台湾是中国的，台独死路一条，我的同情心就又收起来。他被中共社会主义铁拳之化，会不会就此成为反贼？我不确定，毕竟是从小被洗脑，有些被铁拳的粉红啊，还会觉得这只是一部分公安的问题，不是所有粉红最终都会察觉到，这其实是整个中共体制的问题。但待各位看完这事件，大家就明白，这确实涉及多层次的社会问题，包括体制对人民权利的侵害，以及中国人在共党权力机构面前的弱势地位，真的如同韭菜。我目前判断这人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机会很低，原因是他曝光的是中共体制下的黑监狱，共党随便就能把你送进精神病院，而且医生还会配合开证明说你有病，把你关着强制治疗，这是揭露一整个产业链，所以他知道太多啊，大概很难出来。那这样的事情啊，也不是只有他一个遇到，很多中国人都遇到，但不敢说，所以其他中国人也是借由支持他的维权来提升曝光这恶行。但最终共党出来发话说他有病之后，扣一顶大帽子就定掉了。现在墙内也没有人敢声援他。小冯对此应该反思2件事：当全世界多数民主国家都在反共，共党的人权问题也一直令人诟病，此时你是不是该想想，你家中共难道真的没问题吗？透过李怡雪事件，应该要能明白，连维权都会被扣上精神病帽子，遭强制送医，禁止讨论。另一件就是你看到最后，反而还是你们口中的反贼 Porter 老师，像我们这类的人在帮你发声。有没有民主还是有差的，中共就是当今世界毒瘤，不要再被催眠了。那这民主种子 Porter 老师要再次种到粉红心中，希望有天你会醒来。那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影片有何看法，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，也欢迎分享这影片，帮助一些误会认为中国好棒棒的人清醒。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，再次感谢 Surfshark 对这个单元的支持。提醒各位在留言区的部分，我会放上优惠链接 surfshark.com/PorterKing 供大家使用，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点选链接。我是波特王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，大家圣诞快乐。